欢迎来到我爱宝马车辆整备篇。这是一辆宝马160，这是一辆06年的宝马160-530，搭载的是宝马的 N52 发动机。本期视频可能会分为上下两集，因为这个整备的东西比较多。我们先简单的叙述一下，我们在修的时候会讲解的。比如这辆车的保险杠跟大灯，这个灯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在上一视频已经讲解过了，我们本期视频就不再叙述了。这辆车已经跑了155000多公里了。我们准备维修的项目有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底盘，还有这辆车的内饰。发动机方面的具体情况就是漏油、烧机油、怠速不稳。变速箱我们出去试了一下，变速箱可能要修，因为它包了5档跟6档传动比。底盘方面就是减震器、摆臂，4根减震器可能都要换。内饰方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顶棚。A 柱、B 柱跟顶棚都是有进水痕迹的，这个应该是之前天窗堵了导致进水了。还有这辆车的遮阳帘后面呢都塌下来了。这辆车的 A、B、C 柱饰板还有顶棚都是要拆下来做翻新的。我们诊断了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故障码。变速箱报换挡机构3至4档传动比监控，报这个故障码就是要修变速箱了。还有一些油位传感器的故障，左右水阀、电瓶也要换，水阀也要换。我们先看一下配件方面，这是这辆160目前到的配件，还有一些没到呢。首先就是这个气门室盖垫，这辆 N52 发动机是早期版本的，它是铝合金的气门室盖。还有这2个通风板，这2个通风板都是原厂的，你们一定不知道它装在哪里。这是法雷奥的发电机，为什么要换发电机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电机的轮子，它是不是往外跑了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轮子可能跑着跑着会掉。还有减震器的缓冲垫，这2个缓冲垫都是原厂的，上面带宝马标、宝马零件号。气门室盖螺丝，气门油封，这辆车是要做免拆治理烧机油的，这辆车烧机油比较严重啊。还有6只火花塞都是原厂的，这个是进气翻板，也是原厂的。还有气门油封镜，这个镜排气是不一样大的。还有差速器的油封、曲轴回油封，还有发电机皮带的舵轮，这都是原厂的。我们订配件的整理思路就是能上品牌的上品牌，如果没有品牌的就上原厂的。这4个顶胶都是猫头鹰的。减震器方面是防尘套、缓冲垫是原厂的，顶胶是猫头鹰的，4根减震器都是萨克斯的。这2根没包装的就是萨克斯的，前面的减震器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现在准备开工啊，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，我们会把这辆车修好的费用、整备好的费用放在修好视频的结尾的。目前就先解决烧机油这个问题，更换气门油封。宝马 N52 发动机第1代是铝合金的气门室盖，它的废气阀是外置的，不像后出的是塑料的，它内置集成废气阀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后面这根废气管，这个进到下面有个像球一样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废气阀了。这旁边这个是进气的翻板，它是控制长进气、短进气的，但是现在这个翻板已经出问题了，这上面全部都是油，这下面流的都是的。所以老哥们玩老师之前一定要考虑好了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塑料的，时间久了都会老化，到时间了都是需要换的。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更换气门油封，解决烧机油的问题，再修漏油。这台车是外置废气阀，进气道也要拆，要更换废气阀。你们觉得是塑料的好还是铝合金的好呢？这个偏移轴传感器的发篮也是有问题的，这里面都是油，时间久了这个传感器就坏掉了，这个发篮也要换。
我们 N52发动机拆气门之外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偏移轴推进马达，看到没？这个马达后面有个洞，我们需要拿工具来转它。我们需要先给它释放掉，然后再拆，不然的话这个马达会弹出来，会对偏移轴造成伤害的。我们在拿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拽，我们只需要转一下，它就可以出来了。这样拆是不会对偏移轴造成伤害的。从这个马达的握感可以看出，这辆车保养的不是很好，这上面都是油泥。我们现在盖子已经拿掉了，这台发动机内部的情况只能说不是很差，也不是很好，保养呢算是一般般吧。好像还少了一句啥？金色传说。就发动机这种程度还是有救的，勤换油，车子会慢慢的变得更干净。我们现在开始拆进气道，一会儿要对正时。你看你这个负极阀坏了呀，这里面都是机油。再倒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个球，然后这个管子都也是的，也漏油，把这个球换掉。现在这个吞竹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是非常丝滑的，还有这个偏移轴。我们在没有更换气门油封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缸内啊，这辆车的缸内情况你们一定会震惊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就是这辆车的缸内情况了。这个活塞上面只有一点点浮灰，这个缸壁你能看出划痕吗？雪白的，所以这辆车烧机油更换气门油封90%都能好。我们来看一下气门，能看到这个气门上面湿湿的，这个就是时间久的气门油封老化，它封不住油了，导致机油顺着气门杆慢慢往缸里面烧。如果你烧油烧得比较狠了，有可能你在冷车情况下第一把启动会有缺缸的现象。我们进一步拆散。
们现在上面已经拆空了，准备更换气门油封。这是6缸的，一共有24个油封，每个缸有4个。我们最后拿掉的就这个东西，就是气门油封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绿色的是新的，这个红色的是旧的，它们两个一个大一个小。这个气门油封时间有了老化变硬了，它夹不住气门杆了，就会导致机油顺着气门杆往缸里面烧了。有些人说这看着变化也不大呀，我就这么跟你讲吧，这就是500跟5000的区别。这有些旧的油封比平常的油封胀的还要更大一点，看这个相差更大。这24个油封已经全部都压完了，我们花了1天时间啊。干活的过程还算顺利，特别是里面的油封不太好干，也没有出现什么故事。
现在我们整体已经组装好了，我们现在气门室盖垫已经装上去了，准备上气门室盖。这辆车是铝合金的盖子，所以它的垫子也是铝合金的。我们在盖盖子之前再盘一盘，确认一下有没有全部都装到位，因为这辆车是陕西的一位粉丝开过来的，万一在陕西出问题，就真的很头疼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盖子，这个盖子虽然是铝合金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触面，能不能看到这个接触面已经起皮了，它的表面并不是光滑的，是有点凹坑的感觉。我们正常情况下装是不需要抹胶的，但是这个接触面已经这样了，我们选择给它抹薄薄的一层胶，来让这些胶把这些小凹坑给它填满，这样它就不会漏了。这个是盖子的螺丝，每次拆都是需要换的。我们现在趁进气道拿掉，把这些通病都给它修掉，比如这个机油滤芯底座。这一共有2个垫子，就这个垫子时间久了老化了，它封不住油了，导致漏油。这个垫子一共有2个，一个是散热器的，一个是机滤座的。我们先把这些油泥给它清理一下，这些都是陈年老油了。这是之前漏的，都是陈年老油了。我们下一期会换皮带涨起器、舵轮、发电机的时候再给它洗一下，现在先不洗。在分解你的进气道了，这个是飞机阀换掉，管子换掉，还有这个进气翻板2，总共是3个东西啊。这个是新的废气管，就是这个漏油的管子。这个是原厂的进气翻板2，进气翻板就是它。你看这现在渗油渗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原厂的废气阀了。只要是宝马原厂的配件，几乎都会带宝马标的。这3个东西都是原厂的。这个进气翻板一个1800多，这上面也带宝马标，宝马零件号。还有这个废气阀。你这管子为什么漏？这中间都裂了都，随便一碰直接断掉了，这玩意儿，怪不得漏这么狠呢。
这废气阀是废了，你看这里面都乳化了的，球应该都堵住了。这边，这里面都啥玩意儿？这个是原车的进气翻板，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机油。我记得我出过一视频，把这个东西给它分解开，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机油，就连电路板什么的都被泡上机油了。现在这个新的废气阀跟翻板都已经装好了，我们准备装进气道。我们顺便把喷油嘴给它洗一下。我们已经快救活了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注意哈，这个空气盒子上面的铁环，它时间久的会跑出来。如果没有这个铁环，你的卡钴是装不进的。我们需要把它给锤回去，再装。就这样锤平就行了。跟睡了一觉一样。咱们现在车子启动热了，准备把前面清洗一下。我们清洗干净之后，再装发电机跟皮带。这个上面是旧的发电机，我们现在可以随便洗。这前面水箱都也是的，全部都是泥土。我们之前说发电机的轮子往外跑，就是这个轮子，能看到吗？这个是新的，严丝合缝的，所以这个要是跑掉了，车子就趴锅了。现在准备更换这个车的曲轴前油封，这个东西看着现在不怎么漏。这个玩意儿是巨难拆，它表面就是个密封环，但是你不知道它有多厚。现在已经敲成这个样子了，它还是不下来。这个东西就是要一点点撬，撬这个东西有个要点，你看这旁边撬的都是活口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能撬它的接触面，你如果撬接触面的话，你再装新的，它就封不住油了。这个东西要是撬坏了，只能换钢体了。你就看这个玩意儿有多厚，这么厚，你拿专用工具怎么干都干不下来的。就装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旁边撬的虽然有点痕迹，但是没有撬接触面，所以影响不大的。这个东西拆是有风险的，所以没有问题，我们也给它换掉。让别人换，我们真的不放心。有些 N52 的发动机反映冷车怠速抖动或者报空气质量系统，跟这个前油封也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刚刚敲那点痕迹，就拿这个胶给它灌满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现在我们这辆车的皮带、张紧轮、发电机、舵轮都装好了，都是新的了。这前面也洗了一把，清清爽爽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宝马车暖风有问题，绝大多数都是水阀的问题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旧水阀，这里面这个翻板已经卡死了。这个水阀就是控制防冻液进入暖风水箱的。你如果这个翻板卡死了，防冻液进不去，就会导致没有暖风，或者你的车子一边有暖风一边没暖风，那这个也是水阀的问题。它上面有2根管子，可以控制主驾驶跟副驾驶温差的。咱们上面已经搞定了，正式进入底盘环节。第一幕就是这个油底壳，这个上面都是岁月的痕迹啊，这整个油底壳都是被油泥包裹住啊，都是岁月的痕迹，这漏的肯定不止1、2天了。还有这个车的发动机机脚胶已经完全下沉了，就这个东西我们在维修底盘的时候没有换过，非常建议换掉的。换掉这个东西，舒适性会大大提升的。我们第一步就先拆装密封油底壳。这个车的油底壳上面这么多油泥，看着真的太丑了。我们一会儿给它美容一下。
这辆车的架梁我们判断是从来都没有动过的，就这个方向机，修车的同行应该都知道，就这个东西如果有人拆过再装的话，是真的很难拆。这辆车虽然车况不怎么样，但是整体看起来很板正啊。现在准备放架梁。这个油离合螺丝上面有蓝色的标签，证明这个是出厂的时候才有的。带这个蓝色的标签，证明这个螺丝是不能2次使用的，是需要更新的。传说。这虽然外面比较丑，但是里面是真的干净，这里面都金黄金黄的，一点油泥都没有，没毛病的。咱们现在拿到洗车房给它清理一下，这上面都是千年老油了，简单的处理一下就行了。咱们简单的处理了一下，这样看着就舒服多了。这应该算是银色传说吧。咱们拆装密封油离合的一个要点就是这个接触面一定要干净，修漏油修一把能管多久，跟这个有很大关系的。我们正常修一把，起码5年不会漏的。这是油离合螺丝、油离合垫，都是原厂的。准备开始干了。来看一下这辆车的机角胶下沉的有多严重。这个是旧的，这个上面的这个缓冲垫已经震裂了，证明它已经完全塌到底了。这个是新的，凸出来一截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影响舒适性啊，非常建议给它换掉。这左右各一个，一共是2个，我们换的都是猫头鹰的。现在油离合已经密封好了，准备开始上架梁。这样看着就舒服多了，清清爽爽的。
现在准备加机油了，7升原厂的530，原厂的机油滤芯。咱们现在开始搞顶棚，准备把顶棚拆下来找人翻新。这个顶棚都塌完了，而且 A 柱有进水的痕迹。这个是 A 柱，上面都是进水的痕迹。我们一会儿也把天窗给它通一下。我们首先声明一点，我们包皮也是找别人专业的来包皮的，因为你主要是修车的嘛，咱们只负责给它拆下来，找人来翻新。你虽然是修车的，但是你不可能啥都会，这个东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。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是不会有问题的。现在的这个遮阳板 A、B、C 柱还有顶灯的全部都拆掉了。这个就是天窗的排水孔了，我们来给它通一下。这左右各有一个。这个估计之前进水别人已经通过了，里面只有一点沙，没有堵住。我们现在准备更换通风板，就这个东西我开头的视频说过，你们绝对不知道装在哪里。这左右各一个，车主连这个都知道，连这个东西都要换。真的太细致了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换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已经拆下来了，这个东西坏了会导致什么呢？这个是旧的，这个已经翘起来了。这个东西如果在垂直的情况下，它应该是关的，但是它现在已经封不严了，会导致你在冷车情况下启动尾气味道比较重，你会在车里面闻到尾气味道，就是这个问题。这个新的是可以关严的。这个是左边的。这辆车的电瓶也不行了，我们给它换了个原厂的电瓶。宝马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原厂的电瓶我们用到最久的用了18年才换电瓶。咱们现在回到底盘这边来，这个油离壳已经密封好了，我们下一步就是抬变速箱，修变速箱了。现在这个变速箱已经抬下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速箱，这个油是什么颜色？就这个颜色，这里面已经烧掉了。同样修变速箱的也是的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不可能什么都会，在你不会的地方，你只用给钱就行了，让专业的人来给你解决问题。我们合作的这家修变速箱的，我们认为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他们修，他不管你什么东西坏，他除了电脑板之外，全部都给你换掉。换成新的，或者是拆车件。咱们趁他们修变速箱、包顶棚的功夫，咱们继续干底盘。咱们现在把这辆车4根减震器都给它换掉。你就看这个旧的减震器吧，它已经完全不会弹了，里面的油都漏光了，还有这个缓冲垫跟防尘套都粉掉了。
看你这个车的顶胶已经塌完了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是旧的。这个顶胶已经完全塌完了，就这样开着能舒服吗？咱们整体更换的有顶胶、防震套、缓冲垫跟减震器，一块给它换掉。就这个缓冲垫跟防震套，你如果不换的话，它如果坏了，你还要再拆一遍减震器，浪费工时。整体就是弹簧是旧的，其他的都是新的了。这个是咱们已经压好的一根，都是非常的漂亮。这个顶胶也是新的，顶胶是猫头鹰的，缓冲垫跟防震套是原厂的，减震器是萨克斯的。现在这后面两根减震器、拉杆、导向臂都已经拆掉了，总共后面要换4根摆臂加2根减震器，这换掉之后肯定会有质的飞跃的。这后面呢也是一样的，这已经完全没有回弹力了。这个一个是组装好呢，一个是没有组装好的，来个新旧对比。这个跟前面一样，除了弹簧之外没换，其他的全部都换掉了。看一下这后面的直臂跟导向臂老化的有多严重。这个是直臂，咱们的摆臂换的都是猫头鹰的呀，这上面有猫头鹰的标。现在这辆车4根减震器已经换好了，这后面的导向臂跟直臂已经全部都换好了。这个一会儿要去做4轮定位，所以就先不紧了。现在我们更换后差速器半轴油封。
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油封了。我们换完油封之后，再把插透器油给它换掉。现在这个油封已经装好了，搬中也处理了一下，擦了一下，准备装回去。咱们回到变速箱这边来，准备把曲轴回油封给它换掉。这个回油封是06年的，虽然不漏，但咱也给它换掉。毕竟变速箱抬都抬了，这个东西以后要换的话，就要抬变速箱了，避免以后再抬一次。这个原厂的安装工艺，在这个接缝处给它打了一层胶，咱们装的话也给它打一层胶。其实曲轴回油封漏绝大多数是钢体夹角处漏，就是它们两个结合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给它打一层胶，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现在变速箱已经修好了，咱们准备抬变速箱呀。这个变速箱的铝螺栓是一次性的，每次拆装都是需要换的。这个二次上的话，很有可能会上断的，因为这个发动机是镁铝合金的，必须要用铝合金的螺栓，不然的话，它们两个膨胀系数不一样。咱们抬变速箱拆传动轴需要注意的就是中间这个胶盘，看到没有，它是可以活动的，你一定要按照老位置去装，这个东西不能装歪了，这个东西装歪了可能对你的动力会有影响的。咱们现在准备加变速箱油，现在是7瓶 ZF 的变速箱油，还有 ZF 的油离合，都是全新的。这个修过变速箱之后，起码要加9.5升左右，我们就先加7升，看看是什么情况，不行的话就再开。这都是 ZF 的。变速箱油离合螺丝10牛米啊。这个时候车主在问你为什么不用7点的去加变速箱油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：为什么有些人换了变速箱油之后拿气压顶，顶完之后当场没什么问题，后期变速箱顿挫或者漏油跟这个都有关系呢？所以这个虽然加的慢，但是保险。就这种加是最保险的。小油壶嘛。现在已经往外流油了，我们启动发动机。这个变速箱是修过的，估计还要再加个4升。我们现在已经加了6升了。启动了之后，让每个阀体油道里面都吸上油，再往里面加。我们足足加了快10升油，这才够啊！证明这个变速箱修的是真彻底。目前咱们已经快大功告成了，看一下咱们的成果。这个油离合、减震器、变速箱全部都修掉了。这底盘看着清清爽爽的，
这个加油口盖已经烂掉了，这肯定会漏油的，我们给它换个新的。这个也是原厂的，对号买的。现在咱们开始更换火花塞，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更换火花塞呢？因为这辆车之前烧机油，导致缸里面应该有旧机油存在。你如果一开始装新的话，这个新的就被污染了。现在更换的话，你车子烧不烧机油了，下次更换火花塞就能看得出来。这个旧的都是黑黑的，新的非常的漂亮。放着它们两个中心点。现在这个顶棚已经翻新好了 ，A 柱、B 柱、C 柱遮阳板，这些总共是一套的，我们拆掉包好再装回去，总共是1500块钱。看这个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哈。包括这个天窗的饰板也是重新包的，看着效果都是挺不错的。现在已经全部都装回去了，整体效果看着还是挺不错的。现在发动机、底盘、内饰、变速箱都搞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外观方面。这辆车的灯不是撞破了吗？我们给它重新订了一个海拉的灯。这个海拉就是专业做灯的，原厂代工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它虽然漂亮，但是它买回来什么都不带，它里面没有模块，没有灯泡，都需要给它移过去的。这个灯分的是比较细的，这个灯壳归灯壳，模块归模块，就这些模块都是不带的，需要移过去。如果你模块撞坏了，模块也是要定的。现在这个灯已经装上去了，保险杠也做好漆了，我们准备给它调一下。这个叶子板也稍微做了一下钣金。我们来看一下全部装好的效果。这一代鹰眼5系也是非常经典的，非常的漂亮，严丝合缝。有时候不能光远处看，我们近距离看一下。近距离看，这个缝整体也还好。这边稍微做了一点钣金，看着这个保险杠稍微往里去了一点，整体看着也还好呀，挺好的。就是前面这两个灯，这左边的灯换成新的了，右边的灯是旧的。如果把右边的灯也换成新的，那就更完美了。终于到了我们的试车环节了，这辆车的4根减震器后面的直臂、弯臂都换掉了，整体开着就是很板正。我们这辆车后面的直臂、弯臂虽然换了，但是前面的没有换，因为之前是换过的，但不是好牌子。我们现在跑到100多码，点刹车还是有点松旷的，就证明前面的弯臂有问题啊！就你平常开应该没感觉，如果速度快了点刹车还是有松旷的。咱们出去跑了一圈，把车都跑热了，准备把后面的差速器油给它换掉。这个是原厂的差速器油 75W-90， 宝马的前差速器跟后差速器几乎都是1升的量呀，所以你们平常私信就不要问我了，我的差速器要加几升油，正常都是1升的量，我们保养这么多台都是加1升。这里面跟蜂蜜一样，非常的粘稠。
宝马的差速器大多数都是0.75升左右，正常1升都用不完呢。我们现在就把2个弯臂给它换掉，车主想追求极致，换2根猫头鹰的。这个旧的是什么牌子？我都不认识。这个底盘件我好像只认识猫头鹰的标。现在这辆车最后一处有问题的地方已经修完了，你们应该很好奇到底修了多少钱，毕竟搞这么大动作，对吧？有些人问我找你整备需要花多少钱，我们只能说根据车况而定，根据你想怎么修决定。车子问题多，费用就贵一点；车子问题少，费用就少一点。毕竟都是几百加出来的。